1989年巴黎航展，一架苏联飞机呼啸而过，飞行员拉起机头，做出了著名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这架飞机竟然是从苏联飞到巴黎，全程2000多公里，没有加一次油。这架飞机以高机动性、高续航和高颜值，立刻引来了西方的关注。这就是苏27的世界首秀。同年柏林墙倒塌，2年之后苏联解体，苏27成为苏联时代飞机设计的巅峰，也是最后的荣耀。我们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苏27，看看苏27背后的那些故事。美国的 F-15从立项到首飞只花了3年半的时间，69年立项，72年首次试飞，74年量产机就交付美国空军使用了。就在 F-15立项的同一年，苏霍伊设计局的负责人苏霍伊带领一个团队为苏联开发一款先进的新一代战机。1年之后，1970年苏霍伊提出了第一个版本的设计方案。1972年，3个设计局雅克、米高扬、苏霍伊各自的设计方案提交苏联空军，经过评定，由米高扬开发的米格29作为轻型飞机，苏霍伊开发苏27作为重型飞机，实现高低搭配。1977年首架原型机 T10首飞，直到1985年苏27才正式交付部队首次使用。从1969年立项到1985年交付部队，经过了16年时间，这个研发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为什么呢？这和当时苏联落后的工业体系有着非常大的关系。70年代的时候，波兰间谍搞来了美国先进战机 F-15的性能资料，苏联人把 F-15和自己的苏27一对比，发现我们开发了10年的战机都比不上美国人已经服役的 F-15，怎么办呢？推倒重来。设计人员对气动布局做了大量的调整，修改后的原型机于1980年出厂，1981年首飞。可是当年设计好的苏27不够可靠，1981年9月3号，第一架原型机坠毁，同年12月，第二架原型机坠毁。1982年，又一架原型机在第一次试飞时竟然飞掉了一个翅膀。在苏27整个研发过程中，除了面对美国人的技术领先，苏联人也不得不面对自己航空工业体系上的落后。比如说，最早的苏27原型机上，因为发动机 AL31 没有研发成功，使用的还是老式的 AL21 发动机。再比如说，最终的原型机在1982年出厂，但是因为电子设备和雷达系统研发缓慢，直到3年之后，苏27才正式交付部队，到1986年才开始大规模量产。这个时候，距离苏联解体只有5年了。我们要从好几个方面讲。首先，苏27确实外表看起来非常帅，气动布局也算比较优秀。苏27是世界上第2款颈部稳定飞机。颈部稳定飞机的好处是操控更加灵活，使得飞机的机动性能大大提升。然而，在苏27开发的早期，它并不是一款颈部稳定的飞机，是在看到了美国人 F-15和 F-16的先进成果后，苏27逐渐采用了颈部稳定的设计方案。从气动布局来说，苏27采用了中央升力体结构、电传飞控、颈部稳定、翼身融合等技术。总的来说，设计还是蛮不错的。苏27要弱于 F-16，稍微强于 F-15，但是从最后的机动性来说，苏27不仅比不上 F-16，也比不过 F-15。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涉及到苏27的一个特点，就是重，实在是太重了。苏27的空载竟然达到了 17.5 吨，不同型号的版本能达到18吨。美国的 F-15空重只有13吨， F-16的空重竟然只有 8.5 吨。当然 F-16是轻型战斗机，我们不和它比。就拿美国 F-15来说，苏27空重比 F-15多出 40% 重量。多出这些重量，你不得需要更多的动力来推动吗？这就是为什么苏27虽然气动布局设计强于 F-15，但是飞行能力弱于 F-15的原因。第一是它本身的优点带来的，采用扁平的升力体机身设计，发动机挂在下面，升力特性十分好，对爬升和盘旋性能极为有利，但同时也极大削弱了机体的结构强度，对机身的结构和材料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偏偏苏联在钛合金和高强度复合材料方面又是瘸腿，所以苏27系列出现过大过载机动，导致空中解体的事故，机体寿命也短。第二个缺陷也很致命，著名的跨音速陷阱在跨音速区间飞行跑线骤降，只能做过载不大于6G 的发动机，相当于2代机的水平。中国的顾颂芬院士在其自传中关于引进苏27的部分写道，苏27的飞行员手册明确规定，在马赫数为 0.85 至 1.25 时，飞机最大过载不是8而是 6.5， 实际上限制了跨音速的机动性，
这也就是苏27的跨音速陷阱。苏27为什么这么重？这就涉及到苏27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雷达和航电设备落后，体积巨大。体积大，当然飞机就要设计的大了。苏联的精密加工和电子工业非常落后，导致军事工业受到限制。苏27战斗机采用的 N001 雷达不得不采用更大的发射频率、更大的发射天线，才有可能获得接近美国雷达的性能。这就意味着你的部件体积要更大，你需要更强的冷却系统，同时需要更多的电源供应系统来供电。但即使这样，这款 N001 雷达的性能仍然大幅度落后于美国，但重量却超过美国，竟然达到了550公斤。如果你算上后端的散热和电源等全套系统，这款雷达接近980公斤，也就是1吨重。1吨重的雷达你见过吗？俄罗斯人做给你看。同时期美国人的 AN/APG-63 雷达重量只有221公斤，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就算是这样，苏27的 N001 雷达性能也就只有美国雷达的 70%。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战机苏35装备的还是无源相控阵雷达，可是美国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使用上了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看得出苏联和美国在电子工业上的巨大差距。这样一个差距在超视距空战中将更加明显，美国人能更早的发现你，用射程更远的导弹去打击你。可以说苏27这款飞机无论是近距离缠斗还是超视距作战，都不是美国战机的对手。不仅雷达和航电落后于美国，苏27虽然号称是世界上第2款电传飞控飞机，但是限于当时苏联电子工业的落后，电传飞控是所有电传飞控战斗机中功能最简单、结构却最复杂、性能最落后的设计。这样一个评价并不是我给出来的。中国在引入苏27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苏27就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在中航集团出版的院士丛书中就透露了很多关于苏27飞控以及性能上的问题。比如说苏27早期的原型机采用的是机械飞行控制系统，1978年2号原型机在1000米的高度飞行，出现了严重的飞行事故，机械飞行控制系统完全无法在俯仰方向上控制战斗机，飞行员拉杆之后，飞机剧烈上扬，过载迅速增加，飞机最后失控坠毁地面。苏联不得已在之后的设计方案中加入了电传飞控系统。苏27飞机上真正由电传全时间全权限控制的仅有前缘机动襟翼与水平尾翼，其襟副翼是同时由电传飞控系统和机械飞控系统综合协调控制的，而垂尾则完全由机械飞控系统控制。苏27的设计不断出现反复，机体内保存大量复杂的机械控制结构，使得苏27的重量不断的增加，可靠性却下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后来看到苏27的重量竟然达到了18吨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的机械传动导致了苏27机体飞行时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早期的苏27飞行时间竟然只有1000小时，这是因为飞机会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压力变化，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就会导致机体结构和传动结构形成摩擦和干涉。同时复杂的转向结构不仅占用大量的空间，装配和维护也困难很多。在近代由飞行控制系统引起的事故中，苏27贡献了绝大部分。由此可见，苏27的飞行控制系统有多么的不靠谱。苏27虽然定型比 F15 和 F16 晚了接近10年，但总共的研发周期竟然长达16年，其中的反复多数是由苏联航空工业体系落后所导致的，不得不反复修改设计，反复进行实验和验证。苏27第一个特点，系统布局来说是比较优秀的，是一个不错的作战平台。但是受限于当时苏联材料科学的落后，苏27的机体结构以及寿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同时，由于苏27的重量过大，所以虽然系统布局设计和理念先进于美国的 F15， 但是作战性能却比不过 F15。而面对设计理念更加先进的 F16， 苏27在近距离缠斗方面更是没有任何优势。苏27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重，这样大的重量，它其实是源自于苏联落后的电子工业体系。苏27的第三个特点是雷达和航电落后，直到现在，俄罗斯最先进的还是无源相控阵雷达。早期苏27使用的 N001 雷达竟然重达1吨，这样的雷达航电在遇到美国战机的时候将毫无招架之力。苏27的第四个特点是飞行控制系统落后。虽然苏27是世界上第2个使用电传飞控和静步稳定的飞机，但是因为电子工业落后，其中使用了大量的机械传动结构和机械控制系统，也使得苏27成为因为飞控系统出问题而发生事故最多的战斗机之一。苏27第5个特点，续航能力强。
这可以说是苏27的优势。它的内部燃油最多可以携带到 9.5 吨，它的主油箱能够携带 5.2 吨，另外两侧有加起来4吨多的副油箱，叫内置副油箱，非常神奇的一个概念。这导致苏27在远程飞行过程中几乎不太需要加油机，当然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它的副油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使用的，却占据了巨大的空间，增加了飞机的阻力。总的来说，苏27相对于苏联前一代飞机性能获得大大的提升，本身也是一个不错的作战平台。但是由于设计上以及电子工业上的种种落后，导致苏27在面对美国同一代战机 F-16战损战斗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一款单座单引擎的多用途轻型战机，属于第4代战斗机。自服役以来 ，F-16的生产数量已超过4604架，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空军飞机总数，成为全球生产数量最多的4代战机。凭借优异的性能和较低的成本，它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已经出口至近30个国家。其中，以色列是 F-16最大的外国用户，也是美国之外装备 F-16最多的国家。有趣的是，虽然中文翻译为战损，但这款战机的英文原名 Falcon 猎鹰实际上引发了一些争议。尽管猎鹰听起来很有气势，但在军用装备的命名中显得相当普通。从早期的大炮到舰艇和战机，取名猎鹰的武器数不胜数，甚至连美国飞行员自己也觉得这个名字过于平庸。在早期服役时，他们私下更喜欢叫它毒蛇 Viper。据飞行员们的说法，这个绰号来源于 F-16优异的推重比和灵敏的操控性，战机在飞行中稍微拉杆就能像蛇一般快速地向天空攀升，动作凌厉又精准。后来，这个绰号甚至被原厂接受，并成为了非正式的官方称呼。尽管猎鹰这个名字显得稍显普通，但战损的中文译名倒是颇具独特的意境，展现了这款战机的轻快与凶猛。相比之下，毒蛇虽然更加贴合性能，但在气质上少了几分英武之感。无论名称如何 ，F-16依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4代机之一，其影响力和实战表现都毋庸置疑。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F-16战损的具体参数。这款战机的机长为15.06米，高度为4.88米，翼展9.96米，翼面积为27.87平方米，空重为8570千克，正常起飞重量为12000千克，最大起飞重量则为19200千克。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F-16的体型相对紧凑，重量较轻，符合其作为轻型战斗机的定位。由于服役时间接近半个世纪 ，F-16拥有众多的衍生型号，其发动机配置也因型号和批次不同而有所差异。以较新的 F-16C D Block 70及常被称作 F-16B 为例，这款战机实际上在内部编号中被称为 F-16 AMBM。F-16B 只是一个简化的称呼。2021年5月，这一型号的飞行测试甚至还被目击记录。目前 F-16B 使用的是普惠公司的 F-100 PW200 发动机，其军用推力为14678磅，最大推力为23838磅。据了解，该型号计划升级为 F-100 PW229 发动机，但由于预算原因，尚未全面完成换装。如果升级完成，军用推力可提升至17000磅，最大推力达到29168磅。F-16系列的性能指标同样不容小觑。它的巡航速度为0.95马赫，高空最大速度可达2.05马赫，海平面飞行的最大速度为1.2马赫，爬升率每秒1200英尺，最大升限为18300米。在挂载副油箱的情况下 ，F-16的最大航程可达4220公里，作战半径约为900公里。F-16凭借其先进的气动布局和高推重比发动机，具备极为优异的机动性和飞行性能。在高度6000米的情况下，从0.9马赫加速到1.2马赫仅需19秒，进一步加速至1.5马赫则需要48秒。虽然 F-16的升限不算特别高，但其爬升性能相当出色。比如，在海平面时，它的最大爬升率约为每秒305米；在6000米高度时，这一数值下降到每秒183米。即使在9000米高空，它仍然能保持每秒120米的爬升率。此外，由于气动设计的高效性和发动机的燃油经济性 ，F-16的航程表现也颇为优异。作为一款现代多用途战机 ，F
F-16在武器搭载能力上同样表现非凡，标配的武器是一门20毫米 M612火神机炮，同时还可挂载多种火箭、炸弹和导弹。由于挂载武器种类繁多，我们不逐一列举，但美军的主流装备几乎都适配于 F-16。在任务执行方面，其搭载武器的方案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调整。防御性空战任务通常携带2个副油箱、2枚 AIM-9响尾蛇导弹和4枚 AIM-120阿姆拉姆中距空导弹拦截任务，可挂载油箱和蓝盾吊舱以增强夜间作战能力，也可搭载电子对抗系统以执行电子战任务、防空压制任务，增加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专用于压制敌方防空系统。F-16以其灵活多样的武器配置和任务适应能力，完全符合多用途战机的定位。无论是空战、对地支援、电子战，还是反防空系统作战 ，F-16都能从容应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F-16最初的设计目标是作为一款轻型制空战斗机，与 F-15主力战斗机形成高低搭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多用途战斗机，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适应性和发展潜力。F-16的研发起源可以追溯到1974年，当时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一项新的战机性能要求。当时美国与越南的冲突仍在持续，且局势愈发紧张。为了应对战事可能的进一步升级，美军空军被派遣到越南。然而，他们很快发现，美军的现有战机在机动性和敏捷性方面远不如苏联的米格战机。特别是到1968年，已有22架美军飞机在空中被米格击落，这使得曾经掌握制空权的美军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因此，改变这一局面迫在眉睫，迫使美国开始研发新一代战机。1972年 ，F-15英式战斗机应运而生，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它是最理想的选择。尽管 F-15作为一款空优战机，在初期具有较高的期望，但其额外的功能和性能提升，使得它的重量大幅增加，导致它偏离了原本的设计理念，变得不再是顶尖的空对空战斗机。此外 ，F-15的高昂造价也是美国空军的一个负担，因此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具性价比的空优战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空军上校约翰·伯伊德带领一支名为“战斗机黑手党”的团队，致力于设计一种比 F-15更为优秀且成本更低的战斗机。该团队的目标是开发一款体型更小、造价更低且性能超越全球任何现有战斗机的飞机。最终，1971年，国防部长戴维·帕卡德批准了这一计划。1972年，五角大楼开始征求新的战机设计方案，5家公司分别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最终，2个设计方案脱颖而出，一个是由通用动力公司设计的 YF-16，另一个是由诺皮拉普公司设计的 YF-17。空军为这2个方案各预定了一架原型机，并计划通过试飞来决定哪个方案最终会胜出。尽管如此 ，F-15依旧是当时美国空军最重要的战斗机。1974年，在爱德华空军基地 ，YF-16准备展示其性能。这架由通用动力公司设计的战斗机开始滑行，但就在加速过程中，飞机突然剧烈偏航，一侧机翼、悬挂的导弹和尾翼与地面发生碰撞。飞行员仅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幸好凭借其高超的飞行技术，成功带着飞机返航并安全着陆，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故。经过检查，工程师们发现需要对引擎进行重新编程。6个月后 ，YF-16将迎来与对手 YF-17的较量。与 YF-16相比 ，YF-17拥有更大的机翼和更轻的重量。然而，2款飞机在极限测试中的表现差异巨大。YF-16展现出比 YF-17更多的优势，最终赢得了竞争。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麦克拉卡斯宣布将生产650架这种新型战机。随后 ，YF-16进入生产阶段，最终被命名为 F-16战损。自1981年服役以来 ，F-16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军事冲突，包括贝卡谷地空战。尤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 ，F-16执行了近1/3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尽管 F-16原本设计为空对空战机，但它在执行地面支援任务时也展现了出色的能力，证明了其多用途作战的优势。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空军的林奇中校执行了一次紧急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接到任务时，
他们获知25名英国特战队员被500名伊拉克军队包围，伊拉克军队关闭了所有灯光，特战队员急需帮助。飞行员需要通过红外线标识器确认目标位置，但时间紧迫，飞行员无法清晰地判断目标并进行投弹。此时如果什么也不做，局势只会进一步恶化。林奇决定利用音爆作为一种战术武器，当飞机突破音障时，产生的冲击波能对地面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但这种战术要求它必须在恰当的时机迅速爬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它还必须保持足够的速度，以应对来自地面萨姆导弹和高射炮的威胁。林奇将 F-16降至云层以下，距离地面约3000英尺时，他迅速爬升并俯冲，制造出震耳欲聋的音爆，震慑了地面敌军。就在这一刻，座舱内的警告系统突然响起，显示一枚导弹正快速锁定它。林奇毫不犹豫地开启后燃器，极力加速，尽可能快速爬升，试图让导弹越过战机。经过一系列惊险的机动，警告信号停止了。最终，他成功确定了地面部队的情况，而音爆震撼有效地为特战队员赢得了宝贵的撤离时间。这一切都得益于 F-16卓越的机动性能，帮助林奇中校在危机时刻成功执行任务并安全脱险。F-16战机自服役以来，参与了众多关键战役，包括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第5次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等。在海湾战争中 ，F-16成为了美国空军出动率最高的飞机。之后，在科索沃战争和各类演习中也活跃着它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 ，F-16逐渐面临着更现代战机的挑战，尤其是与 F-35的对比。2015年1月14日，在加利福尼亚爱德华空军基地 ，F-16与其接班人 F-35进行了性能对比，结果几乎每一场争斗中，F-35都能轻松应对 F-16的挑战，甚至反客为主。即便 F-16拥有众多忠实粉丝，现实却是这款战机逐渐走向退役。虽然它的生产线依旧在运行，且仍有26个国家的订单 ，F-16在美军中服役的日子已不多。然而，由于其广泛的国际客户 ，F-16将会在许多其他国家的空军中继续服役一段时间。尽管如此，随着 F-16不断推出新型号，如 F-16V， 各国客户迟早会转向更新更先进的 F-35。至于像 F-16V 这样较新的型号，它能在服役中坚持多久，可能将取决于技术更新与各国军方的具体需求。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